この手が真っ赤に燃える。勝利をつかめと轟き叫ぶ。白熱ゴッドフィンガーヒートエンド。1994年，在 V 高达的商业化失败之后，机动战士这个名号也被上层予以了否定。恰逢富野光头病倒之际，金川太宏接过了接力棒，以机动武斗传为名，以极其另类的方式续写了高达的传奇。今天来玩的正是值此30周年之际，终于发售的令无数人期待已久的 MB 神高达。现在 MB 的定价已经乱套了，随便一个机体基本都是2000以上。尤其是这次收的是快货啊，感觉钱包正在哭泣，可能有一天就真的没钱拍视频了。这次的盒子和 Z 高达一样，用的是很硬的纸板，这个给好评。不过这个封面设计也太丑了一点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的棺材盒终于不用泡沫盒了，不知道戴哥是不是终于开窍了，终于发现泡沫盒保护的没有吸塑盒好了。我个人是强烈支持的。武斗战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人类完全宇宙殖民之后，为了避免战争的伤害，约定以地球作为擂台，以高达作为竞技的载体，进行高达擂台赛。赢了的国家就能获得未来发展的主导权，各国对此也是极其重视，纷纷用最尖端的技术来打造自己的高达。新日本方面派出的机体有2台，一开始设想的是预赛使用闪光高达，决赛换成神高达，但闪光高达在东方不败的决战中大破，于是神高达得以提前出击，作为新日本方面的王牌。神高达以闪光高达为蓝本进行了再设计，不过实际的性能方面要远远优于闪光高达。神高达的设计灵感源于日本的天照大神和须佐之男，这也是其背后光环的灵感以及名字的来源。编号 GF13017NJ2，GF 便是 Gundam Fighter 的缩写， NJ 便是指的新日本，2则是表示是第2台机体，非常直观的编号。设定中的神高达只有 16.6 米高，但 MB 的这台明显比例超过了1:100，这个东西我倒是觉得无所谓啊，大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更好的。本作的机体设定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比如这玩意儿的全备重量也只有20吨出头，本体的重量好像连8吨都不到，密度堪比夜游。驾驶的方式也是极具特色的，通过特制的驾驶服配合上全周天感应式的驾驶舱，让机体和机师做动作的同步。更牛的是，这个玩意儿同步的不只是动作啊，甚至是痛觉和感觉也能做反向的传递，做到真正的人机一体。机体骨架也完全模拟人体，使得像脱臼这样的操作也能人机同步。当然了，作为一台高达啊，还是有很多经典的设定保留了下来的，比如头部的超级天线，以及面颊两侧的4门火神炮，腰间安置的2柄光束军刀，玩具这里都给了很细节的还原。甚至驾驶舱的部分也是使用的这种核心战机啊，通过变形插入本体的背部来合体。这次的 MB 还原的都非常的优秀，而且连接位点也非常的紧实。另外很惊喜的是，小飞机翻折时机头还有内部的联动内缩，不知道大家观察到了没有？本机作为近战的特化机，设计人员在肩部加入了2门火神炮来补充中距离的打击面。那 MB 这里也还原了展开的机构，炮口的金色涂装也是非常的漂亮的。甚至还有一个啊，我记得在 OP 中一闪而过的细节，就是小腿肚后方的盖板展开，可以露出内部的推进喷口。MB 这里也是做了一个很帅的还原。另外在 GF 的规则中，为了防止出现杀戮等情形，敌机只要头部遭到破坏就被视为败北，因此各家的高达都会加入所谓的必杀技，比如闪光高达的闪光指，尽量做到对头部的一击破坏。设定里不管是闪光指还是神手指，其实都是通过手指空隙释放的高热金属喷流来烧毁敌方机体。是不是没有想到啊，这个玩意儿竟然还是有官方设定背书的。不过玩具给的手型里面貌似并没有给这么细节的还原。手型一共有6对，除了常规的开掌、抓握、握拳和握持手，还有一对神手指的特效，以及一对闪光指的特效，甚至天线也给了一根备用的。但作为一台超级系，故事能编到这里也算是尽力了，千万不要把设定当真，否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石破天惊拳这种气功波是怎么产生的，明镜止水这玩意儿又是怎么变成金色的，甚至石破天惊拳还能结合神手指变出个大巴掌把人抓住。所谓设定从一开始啊就对能徒手拆高达的多蒙来说没有意义，你以为这是高达，其实这只是外骨骼的增幅器。证据就是神高达胸前的这个玩意儿，虽然叽里呱啦的起了一个全片假名的名字啊，但设定上黑纸白字的写着这个东西是用来收集驾驶员的气的。
而且当凝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能转化成巨大的能量。玩具这里的内构做的也是超级的漂亮，不仅完美还原了那圈绿色的核心，透明剑里还藏着红心之王的标志，非常的精致。而当驾驶员的情绪上扬时，背后就会展开，玩具这里更是做了进一步的爆甲展开，接着就会产生这个彩虹的圆环。至于这是个什么东西，超级细的事情你管它那么多的，设定里反正没写，帅就完事了。玩具这次给的是非常精致的亚克力特效，背面是一圈一圈凸起的轮盘，另一面是光滑的，实际的发色效果也是很棒。这个特效确实做得很漂亮，但有个问题就是太重了。我本来还在担心这个东西怎么背到背上，但其实它根本就不是装到背上的。这里拿出这几个透明支架的连接件，像画面里一样的装好，接着把这个八爪鱼一样的支架像画面中一样卡到圆环的内侧，卡稳之后是非常牢固的，绝对不会掉。最后其实就是把特效直接插到支架上，而这个透明支架的另一端才是和本体背后相连的部分。因为这一段的拔高啊，所以这次的支架没有采用 MB 传统的样式，而是用的这种矮的支架。这样的话，神高达就能尽量站在地上了。全部装起来以后的整个体积还是很庞大的，加上这次神高达魔改的造型以及锐利的细节，整体的感觉绝对称得上一句最帅的神高达。反正我个人是肯定能给这次的造型打满分的。而且这一次的本体还能实现这样无压力的抱胸 pose， 这一点真的是很戳中我。不过很可惜的是啊，你以为它的可动会很不错，实际上可动非常的一般。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剖析这次的关节和细节的设计。头部的底座是一个球冠，用力向上抠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丢丢的上翻的距离。然而这点巧思对于头部的可动显然是不够看的，抬头低头都比较的僵硬，也就不到30度。左右的歪头要说有，那确实是有，但这个幅度也就是15度左右，用处不太大。好在球冠的转头倒是没有什么干涉，正常的都能转动。其实这次神高达的头部细节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漂亮，甚至连天线后方都有刻线的细节，涂装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很小的面积里也没有出界和异色，怎么偏偏可动没有做好呢？真的让人很可惜啊。肩胛前端能上翻起来，整个肩胛也能独立的掀起，这里打开就能看到肩部这金属骨架满满的内构细节，就是这个空心装啊，非常的碍眼。手臂根部是一个多段的拉伸关节，全部拉出后就可以向前做90度的平转前伸，这个可动设计才能叫做优秀嘛。同时向后也能借助这个关节达到像这样60度的摆幅，同时肩胛也不会产生太多的干涉。常规的大臂360度大风车没有问题，肩胛也能独立的360度转动。平台的幅度则能远远的超过90度，达到135度。先不急着惊叹啊，其实这里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细节，就是当手臂的根部关节上抬时，其实会联动把肩胛这里也顶起一段。但由于前面和后面都做了细节的遮盖，裂甲的幅度也不算大，所以手臂的平台造型也就显得非常的自然了。同时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小臂的根部为了减少装甲的干涉，也做了一段360度平转。曲肘方面，作为标准的双段折叠关节，合起来180度的弯折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肩胛比较大，所以合上会贴到肩胛上。另外为了模拟手腕的活动，手腕的上下也做了30度的摆动，但左右是没有给关节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摆动范围。虽然手臂可动已经非常的优秀了，但对于神高达来说呢，手部的重头戏一定是这个神手指的增幅器。这次 MB 不仅仅给了这个前身的可动，而是整个装甲几乎每一个部件都给了可动，比如这2根黄色的钩爪，然后是这几根辅助手指一样的部分，这里绝对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里面的内构细节啊，而且里面本身也能像指头一样的弯折和摆动。另外大拇指这里为了适配神手指的造型，还多做了一个2端的球冠，可以像这样做向下的平移，使整个造型更像一个手掌的，是真的做得很漂亮。很可惜的是呢，做得如此优秀的手臂依然被大家发现了左肩胛的裂甲缝隙处竟然漏了涂装，我这一只也是如此啊，看起来就是一个通病，并非个例了。戴哥非要在关键的时刻恶心你一下子了，属于是。腰部的这里采用的是 MB 系列惯用的多段裂甲弯折，可以看到通过内缩胸部联动来弯腰，虽然结构是非常的漂亮，但幅度只有30度，而挺胸甚至只有10度到15度，这就有点拉垮了。而左右的摆动幅度也是非常小的，也就是只有缝隙处这么一点的摆幅，这个就非常的小了。还好这个转腰的幅度是没有受到限制的，要是再限制住的话，这腰部可动就彻底的稀碎了。裙甲这次的可动反而是非常优秀的，首先裆部这里可以做30度的抬起，两侧的裙甲也做了2段的球冠，可以任意的翻起90度，这个可动可以说非常的灵活了，而且裙甲内部也做了刻线和涂装细节。侧裙甲则是通过一个环形的护腰结构挂在腰间，连接位点在后方，可以做30度以上的展开拉伸。
而和侧裙甲则通过 C 扣加球关的结构，使得整个侧裙甲的可动范围极其的自由，随意的上抬和旋转都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就是后裙甲了，和前裙甲是一样的，根部做了独立30度的抬起，两侧裙甲也能分别抬起60度。有意思的是，如此优秀的裙甲的避让，并没有让腿部的可动起飞。由于大腿根部没有下拉的关节，还是会顶到裙甲的连接处，所以前踢只有90度，唯一受益的只有后踢能达到接近90度。侧踢也很有意思，抬腿后会发现大腿根部做了联动的遮盖，这个设计可谓是非常之优秀。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兼容这个设计啊，侧平台的幅度被削掉了。我这边最大也只能踢到70度，也不是不够用吧，就是很膈应人。另外，这次大腿的平转也被设计成这样的大球关包裹式的，所以只能平转45度，多了就会被卡住。屈膝这里也并没有像很多兄弟想象中那样完美180度，小腿贴紧大腿。虽然能看到膝盖甲联动以及内部骨架的顶出，膝盖的造型倒是很饱满了，但是这个150度的幅度让我有一种这次上下半身的可动是2个人设计的感觉。这个合金膝盖它确实是帅的，但代价是屈膝造型的丑。脚踝的装甲采用了后置的关节，这样可以大幅提升可动避让能力。整个脚部的上抬只有20度多一点，不过向后翻折倒是能达到45度左右，中规中矩的水平。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整个前脚掌是2段式的，脚尖能独立上抬30度，而前脚掌也能做45度的下翻折叠。至于接地，虽然能看到内部的弯折关节，但是理论上肯定能做60度的转动，但实际因为各种各样的干涉，向内的幅度只有45度，向外的幅度会比这个稍差。另外，背包的2个喷口也能做90度的翻折，2个翼片也有向后30度的干涉避让范围。总的来说呢，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啊，这次的神高达虽然确实能称得上究极的造型和究极的细节，但除了2条胳膊以外，距离究极的可动那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你可以看得出设计师是极度用心的，而这也是继维尔宾之后我摸到哪儿都能给我带来惊喜的 MB。但作为一台机设是完全为格斗而生的机体，这个可动我是真的觉得不够看，尤其是下盘。看来日本确实没把东方不败传授的中国武术给玩明白啊。哦，对了，这次的30周年还搞了新作的企划，然后给神高达换了对翅膀，变成所谓的神高达2世。说实话，我一开始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这个新翅膀展开的造型也真的是太难看了一点吧，有一种神高达去印第安土著部落进修回来的感觉。即使是收纳的状态下，这2坨翅膀也和本体很不搭，这个造型还不如换成个披风来的好看呢。但拿到手玩了以后才发现，这个翅膀原来是一个武器库啊。那正如你所见呢，18般兵器摆出来以后就是眼前的这一些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让我一下子就来了兴趣。首先是最上面的这一个翼片，拔下来以后就可以展开了，前端给了专门的光束特效，可以看出来是一把光束刀。这个造型应该是剃刀，毕竟刀面有一点小夹子气，刀柄也是不够长的，没有关刀的霸气。接着是最下面的这个翼片，拔出来后是一把小戟，2个刃片是可以向后展开一定角度的，不展开的话其实也能当匕首用。最后的这个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装翅膀上的时候以为是什么样的喷射器呢？实际上这个玩意儿的正反2面都能被连接起来，如果用这个连接键去连接的话，就会变成传说中的双节棍。这个中间的部分是铁丝，可以自由的弯曲。另外每一节也能跟自己去对接起来，多连几根的话在一起就会变成一根长棍。而双节棍的连接键一共给了2个，所以如果把2段都连接上去的话，就会变成黄飞鸿用起来超帅的3节棍。翼片也是可以通过装位非常简单的连接插拔即可，也是非常的紧，不用担心掉。不过我个人还是喜欢原本那个样子的背包，所以就单纯的把这2片当作是武器库了。只是这个武器库的创意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好的，那么以上就把本次 MB 神高达的所有内容物全部都介绍完了，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一次做的如何呢？我的评价就是和之前一样，究极的细节，究极的造型，甚至能加一句究极的玩法，但偏偏差了一个究极的可动，你说这气不气人啊？这个素质呢，反正离年度推荐还是差了一些的，而且定价那么贵，但后面还有第2批和第3批，加上中奖的通病，非常建议各位等等再买。我为了跟各 UP 主比速度才买的快货，但不得不说他们出视频的速度那是真快，比人甘拜下风，还是好好做自己就好，不要去跟他们比速度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投币和关注，大家下期再见。